法杖来了 ，Madam。淑媛，房里。罗律师，淑媛，什么事啊？昨晚我跟薇薇吵了架，我就开车出去兜风。我回来敲门，她又不答应，我以为她还在生气，我就在沙发睡了。今天起来再敲门，她还是不答应。我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就用后备钥匙开门。我看见她躺在床上没有呼吸了，我就马上报警。可是她已经……淑媛，我们不知道案子跟淑媛的前夫有关。嘴边有呕吐物，可能是服食过量药物导致。淑媛，你看，安眠药，不排除 Vivian 可能是吃了这瓶安眠药自杀的。我给他探过肛温，死亡时间应该是昨晚12点到2点钟左右。苦心经营，只为了所爱的人献出美貌，如今一切烟消云散，再活下去也没有意思，好像是遗书啊。我们也怀疑是，麻烦你们法政部带回去化验一下。死者服食过量药物，现场的窗子全部关上，不像有人潜伏进来，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再加上这封遗书，像是自杀。别那么快下判断，等古医生确定他的死因，我们验证过这封遗书的真伪，再追查死者有什么寻死的动机，才能够证实他是不是自杀。吴医生，有什么发现？刚刚为死者解剖完，抽了他的胃液去检查，但是有新的发现。你看，多了一道淤痕。对呀，先前并没有啊。通常淤痕不会立刻浮出来的，但是这个淤痕有组织反应，所以应该是死前造成。还有你看，他这两边的淤痕很深，我怀疑曾经被人用力捏过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死前受到暴力虐待？也不排除有这可能，所以我给死者剪了一些指甲，看看有没有留下可疑的皮屑和纤维。死者脸上留下指印，能不能采集到指纹呢？太迟了，通常在死者死后1个小时之内，疑凶手指留下的油脂和死者面上的油脂分泌还没有混合，还可以用超能胶把它熏出来，但是过了那么长时间就做不到了。还有，我在死者的脸和大腿发现有很多针孔。咦，没有。待会儿我会显示给你看。我现在给他擦的是甲苯胺蓝，能够凸显他的针孔。放大镜。真的有针孔啊！咦，为什么这里会有针孔啊？通常一些医疗或者美容都会在脸上打针，但是看他大腿的针孔全部都是一排排很整齐，所以我怀疑应该是用针枪打进去。针枪？通常一些纤体美容都是用针枪，但是刚才我解剖的时候，发现他胸部有点变形，在腋下也有个疤痕，所以我怀疑他曾经做过隆胸的手术。结果真的让我发现他的胸部植入盐水袋。所以我怀疑他脸上的针孔应该跟美容有关。会不会跟他的死有关呢？不知道，要等法政部化验了针药成分就有答案了。我们也要调查造成死者脸部淤痕的原因。德安，因为这起案子涉及淑媛的前夫跟他的同居女友，为了要避嫌，从现在开始，
你就负责带着丁丁继续跟进这起案子，你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好，高 Sir， 文件鉴别组的同事比对过遗书和死者平时的笔记，他们发现两者的字形线条有70%相似，但是压力分布和流畅程度有很大的分别。他们认为遗书是伪冒的机会达到50%这么高的。如果遗书是伪冒的，那就不是自杀案了。其他证物有了化验报告没有？现在还在化验，死者胃液报告刚刚出来了。哎，有特别发现？你看，我看我们要进一步跟进。Sorry， 迟到了。不要紧。Hello， 可以开始。根据死者的胃液报告，死者的胃里面除了有使他致命的大量安眠药之外，还有排毒丸、去水丸和纤维丸和鱼肝油，可是食物的残渣却很少。看来这个死者很爱漂亮，而且是非常爱漂亮。我给他解剖的时候，发现他脸部有针孔，经过法证化验，证明我推断没错。死者脸上打的是肉毒杆菌，有去皱纹和收紧肌肉的功效。还有，我在他大腿上面发现一排排很整齐的针孔，这种针孔应该是用针枪打上去。通常他们会打一种含有卵磷脂的药，据说这种药可以消脂和去成皮纹。看来这个死者对自己的外表要求还挺高，但是太过分就会出现反效果。我给他解剖的时候，发现他曾经隆过胸，胸部植入盐水袋，但是因为盐水袋出现问题，造成胸部变形。如果死者真这么注重外表，这个打击对他来说一定很大。对男人来说，应该也很厌恶这种身材走了样的人造美女。你想到什么？罗华健跟死者是同居男女朋友关系，他承认曾经和死者有过争执，而他也是第一个报案说发现死者的人。根据经验，通常这种人最可疑，我会调查他。你怀疑是谋杀？这起案子本来当自杀案处理，但是由于死者脸上有不寻常的淤痕，再加上你们初步鉴定说遗书可能是伪造的，还有其他不明朗的因素，我看这起案子要转为谋杀案处理。小点咖啡。谢谢。舒雨，嗨，先生喝什么？咖啡。好的，谢谢。岳有出了什么事？薇薇的事我很难过，但是我不太明白，法医验了尸后说她曾经流产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能是注定的。她怀孕之后，我劝过她别穿高跟鞋，可她就是不听。上个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孩子就这么没了。我真没想到她会自杀。那天晚上我警觉性高的话，也许可以把她救回来。你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既然她失去孩子，我应该体谅她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她在一起之后，摩擦反而多了。就说那天晚上吧，我们为了律师行的事吵起来了，我真的很痛苦。我本来想约你出来诉诉苦的，可我又觉得自己很坏，而且我们身份也不同了。对，我们的身份真的不同了。我是你的前妻，我不适合调查这起案子，我也不想再负起这起案子。我跟你始终是朋友，出了这种事，有什么需要帮忙只管找我。谢谢。西九龙重案组，罗华健先生，我们是为了薇薇的死亡案子，想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我不明白警方要求我来协助调查的原因。根据我们初步调查，我们怀疑有人伪造薇薇自杀的假象，虽然不肯定是哪个人，但是希望你和警方坦诚合作。我们在你跟死者合伙开的律师行里找到线索，说你跟薇薇最近因为公事上的事情经常发生摩擦。等等，不管你们问的问题和态度，我都觉得你们好像在怀疑我似的。我们只想知道事实的真相。最近我跟他为了律师行的事是有点摩擦，但是也不算什么大问题。薇薇，物业的业权是归遗产的继承人，不是属于物业的托管人。你现在帮助托管人卖房子，连累律师行所有股东都赔钱，你这次太不小心了。现在你怪我不小心，只有我一个不小心吗？
其他股东看过都没有发现有问题。哦，难道合同是我签的，你们就赖我？好，他们只不过是同事，他们为利益为自己，我明白。可是你是我什么人呢？你是我男朋友，连你也不帮我。虽然他这次犯了错，连累每个股东都要赔100万，可是我只是这么说他，希望他下次不要再犯错了。但居然他跟我发脾气，反过来说，是你发脾气憋不住动手打他吧？根据法医给我们的报告，死者脸上有淤痕，应该是曾经被人用暴力对待。荒谬！我绝对不会这么对待女人，更何况她是我女朋友。要不要我找法医？只要法医量量你的拇指和食指的长度，再跟淤痕比对，就知道是不是你干的。只是靠拇指和食指的长度，就能证实是我吗？这一点最多只可以作为佐证，根本不能证实是我。既然我没有杀人，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。不错，这个伤痕可能是我造成的。那你之前还说不会用暴力对待女朋友，你为什么打她？我没有打她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到底怎么样？难道是她用脸来撞你的手啊？其实事情很简单，你之所以为了死者要跟前妻离婚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死者的美貌。但是住在一起之后，你才发觉原来她是个人造美女。她一直靠打肉毒杆菌和美容针保持美貌，而且胸部也是假的。很不幸，现在胸部开始变形了，所以你就嫌弃她了。那天晚上，为了律师行赔钱的事，你跟她吵架，你正在气头上，就用手掰开她的嘴，逼她吃了整瓶安眠药。接着你还伪造遗书，造成她自杀的假象。你左手食指就是因为这样被她咬伤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没一个男人喜欢身边的女人不停地整蛊。就因为这样，我才会经常跟他吵架，但是我绝对没有杀他。我弄伤他，是因为他每天吃那些排毒丸减肥药，一天要吃10几颗，到了病态的地步，所以那晚我忍不住，才会制止他。喂，哎呀，你别吃了！你干什么？这是减肥药。吃那么多药丸不好好吃饭，你已经变成病态了，再这么吃会死的。你别管我！喂，哎呀，你疯了你！我吃减肥药为了谁啊？我隆兄又为了谁啊？我只是想留住你的心嘛。别人已经骂我狐狸精了，上次小产我差点没命了。我为你牺牲这么多，现在你这么对我，那我呢？我没有牺牲啊！我为了你把家人给毁了。你终于说出来了吗？你后悔了吗？你现在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啊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说！放了你！你好好想想。这么说，你手指的伤是想从薇薇的嘴里把减肥药挖出来，而不是把安眠药塞进去。对。事后，我就开车出去兜风散心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薇薇她居然……总之，我没有杀她的行为或者意图。你们相信我，我是念法律的，我跟她相处是出了问题，但是我不会拿一辈子坐牢的代价来解决这件事。更何况，她是我喜欢的女人。那你肯不肯接受 DNA 的测试？没问题。这件事，我认为自己唯一要负责任的，是不应该在她的情绪很不稳定的时候离开她。我真的很后悔。那晚他们吵完架，华健跑出去，谁知道回到家就……高 Sir， 高 Sir， 淑媛先办这个案子，所以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。坐下，坐。谢谢。OK， 就是说这起案子有了新发现，你们也应该知道了。我们就以死者拿来写遗书那支笔上面，发现有小量安眠药的微粒。也就是说，死者应该是吃了安眠药后想自杀，他再去写这封遗书，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死者的笔迹跟平时不同了。这是因为受到药物的影响。这样也不排除这封遗书是伪冒的可能性。我在薇薇家里的垃圾桶找到这张纸巾，上面有薇薇的唾液和华健的皮屑血液。华健左手的食指又受了伤，这证明了他曾经把手指强行伸进薇薇的嘴里，再被他咬伤。
这起案子有很多可能性，感情不分对错，证据才有真假。身为一个专业的法证人员，不应该有预设立场。高 Sir， 你是不是在考我？不错，我的确在考你。我很开心你及格，只不过以你目前的身份，你仍然不方便参与这起案子。你可以用客观的态度提供资料，帮助德安。谢谢。高 Sir， 我真的很需要淑媛帮忙，因为我要去案发现场重新搜证。当日淑媛是第一个到现场的法证人员，所以我希望她跟我一起去提供资料。好，我会替你们安排。当日房间的窗子就像现在这样，全部都是关着的，不像有人潜进来过。那天那个相架也是这么放。诶，有一个掉下来了吗？嘴边有呕吐物，可能是服食过量药物导致。Vivian 的记事簿：7日减肥餐，苹果减肥餐，食肉减肥餐。每天都吃减肥餐，难怪死者这么瘦了。还有不同的日期有不同的预约，美容、护肤、抽脂、SPA、打肉毒杆菌、上唇加硒胶。这个 Vivian 为了美下了不少功夫。上面画花了。从14号之后，所有预约都画花了。难道有人故意画花的？德安，后面有张纸。医生证明书，14号写的。医生说 Vivian 胸部盐水袋出了问题，要开刀取出来。我明白为什么这页之后的预约全都画花了。Vivian 在15号死的，14号他见过医生，医生说要把盐水袋取出来，也就是说这件事对他有很大的打击。你疯了！你好好的讲讲。那晚 Vivian 跟华健吵完架之后，情绪更加激动，于是就把14号之后所有的预约都画花了，一来发泄，二来代表他对将来没有希望。你们过来看看。为什么这么多蚂蚁啊？那天没有啊。